比特币需要更多的调整时间吗？巨鲸的数据该如何观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之前所开的2张仓位呢，目前经过了下跌过后啊，利润都大幅的缩水啊，目前仅剩下大概7万美金不到的收益啊。那跟原本相比呢，有非常大的回落。有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平仓，我个人平仓出场或入场呢，其实并不是取决于价位哦，多少价位其实是不相干的哦。出入场呢，最重要的就是当时所设立的条件，还有出场时啊，你入场的条件还在不在？如果入场的条件已经消失了，那就是一定要出场的哦。我们观察盘面呢，还有一些数据啊，我认为我们这一波走势啊，这一波波段啊，它都还没有走到头哦，它只不过是陷入了更长时间哦，稍微弱势一点点的调整哦。我们只要把级别比较大的调整呢，给慢慢走完啊，我们这波趋势我相信是还有得走的哦。所以这2张多单呢，我就是要来吃这波上涨的趋势。那趋势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呢，我自己是不会随意离场的哦。不过这种操作呢，是稍微进阶一点的操作。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呢，还是稳稳拿好手中的现货，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美金，就送你20美金的现金啊！这个现金可以直接提币走，这真的很优惠哦。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们在12月29号下周日所举办的台北万豪的免费讲座。当天我们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哦，也是在自媒体上面的从来没有出现过了，以后也不会讲啊。那当天你只要停车，我们就可以让你免费停车，然后有提供一些简单的点心，还会赠送你一些周边哦，所以非常欢迎你来共襄盛举我们的讲座。因为目前呢，我们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位而已哦，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啊。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在重新审视盘面的时候了，毕竟盘面呢出现了我们预想没有到的这种变化啊。那首先呢，我认为我们周线的这种趋势啊是还没有被改变的，因为你可以观察呢，我们前期啊这种周级别的上涨啊，我们前面呢其实都是有周线级别的回调啊，在我们周线级别的回调过后呢，我们后面才有周线级别的趋势啊。那我们目前啊，其实在4万、4万9一直到7万的这一段调整呢，它的调整的结构啊，其实换手要更为充分哦，比原本要充分许多哦。那我相信我们从4万9开启的这波趋势呢，它的级别啊，绝对不小于我们前面这段的上涨啊。那你可以观察，我们其实在周线上呢，它中间掺杂了一个日线的这种回调，日级别的回调啊。这个回调的级别呢，稍微小一点点哦，因为我们已经上涨了一段的情况下呢，会有很多的杠杆哦，会有很多的不安定的筹码啊，那我们就需要透过这种震荡洗盘的方式呢，来把这些筹码洗掉，来把这些仓位杠杆呢给洗掉哦。那洗掉过后，我们的盘面干净了，筹码干净了，我们后面的上涨呢才能更健康、更迅速哦。那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当前的盘面，我们前面已经经历过了一段的上涨啊，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很有可能在走啊，我们针对我们前面上涨的回调，我们来仔细观察吧。我原本认为呢，我们这波回调是非常强势的哦，它很有可能就是走完了我们强势的通道调整之后就往上涨了。只不过昨天的下跌呢，把原本的预期给打破了。那打破之后没关系哦，其实我们要怎么修正才是我们判断行情的关键也是我们可以在行情当中有机会获利的关键你可以观察到呢，如果说我们是走强势调整我们是不会去跌破这个通道的，就有点像我们在前期在走这个上升通道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往下跌破的。如果说我们往下跌破了，那我们原本强势调整的这种判断呢，其实就是不成立的。那既然强势调整不成立，它一样可以走一个中性的调整那我们目前的下跌呢，很有可能就预示着这一波比较中性的调整我们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级别稍微大一点点的调整就已经展开了。我们其实在昨天的下跌之前呢，我们市场的杠杆的情况是并不浓烈的，我们多头追多的情绪呢，其实也是并不浓烈的那当这种时候我们插针下跌它所清扫掉的杠杆就是有限的那可见我们下跌并不是为了清杠杆。如果我们是为了清杠杆我们一定会看到在杠杆市场呢，在期货市场、在衍生品市场、合约市场有非常严重的
杠杆率过高的情况大家都看多的情况，或者说持仓量呢猛然飙高的情况不过这些情况呢我们是都没有看到的。那很有可能我们这波下跌呢就是由于原先的需求不足了我们原本的上涨呢已经开始衰竭了，那我们就会需要更长一段的调整我们把原本的调整预期呢由很强势的这种通道上升通道呢去把它调整为这种横向成长的这种调整的区间那这个调整的区间呢它维持的时间也不可以太久如果说太久的话呢，那也是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入场条件我也会找一个位置去把它给出场掉我们的调整时间呢大概会在2到3周左右我们必须在1月初当然最好1月初1月中我们就立刻找到一个上涨的起点，并且开启后面的上涨如果说没有的话比如说我们到了1月底呢，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这个上涨的起点那我认为我们盘面的风险呢就会加剧其实我们判断盘面呢有非常多种方式那从非常多种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的这一波周线级别的上涨，它都还不到要面临大幅回调的时候所以目前呢，我相信回调一下它反而会对我们后面的涨势呢会来得更健康不过我们还是有底线的底线呢就是我们在原本调整的区间大概8万5底部，如果我们的价位它跌破了8万5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横向的调整的预期呢又要再做修正不过我们目前以昨天这种插针的这种形式我相信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在大约8万多9万多左右这个位置去有一段时间的小小的震荡时间也不会到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就是不符合预期了。那这段时间呢，如果你还有资金的话，我相信比特币已经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了，或许以太坊才会是 CP 值更好，可以把握住更多机会的选择。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一些数据好了什么是 CDD 呢？ CDD 就是 Coin Destroy Days 也就是当我们要衡量是否有足够多的比特币被囤积了很久，我们就会用这个数据这个指标CDD 它是怎么来做计算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有100颗比特币，那这些比特币呢我都放了1年都没有移动，那我的 CDD 的数值就是100那如果说我有1万颗的比特币我把它放了 0.5 年，那1万乘 0.5 那就是5000那这个数据呢它可以显示如果这个数值越大，那就表示有非常多的比特币被放了很久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我们 CDD 到达巅峰，就是这些鲸鱼他们囤积了很多的比特币，而且又囤积了很久这个峰值呢大概是出现在我们突破5万左右这个位置那当我们突破5万呢，从5万到6万之间在做震荡其实我们的 CDD 呢就在做滑落了当这些巨鲸的钱包呢的币被转出的时候他们的 CDD 就会被重新计算毕竟你已经有移动过地址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清楚当时巨鲸呢开始卖出它的比特币的最主要的区间其实就是在5万到6万的这个位置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小级别的如果说我们从上一轮牛市我们整轮来看的话，其实它出货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3万以上的区间，那吸筹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在1万以下的这个位置那不过如果我们又再把它去切分最主要的派发区最顶部的派发区其实就是5万以上的位置，那我们目前的 CDD 呢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就表示这些巨鲸呢还在继续囤积更多的比特币，而且囤积的更久那当我们什么时候呢出现了 CDD 有猛烈的下跌我们就知道巨鲸已经开始呢在从顶部的区间进行派发出货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时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呢可以显示比特币这些币在交易所之间转移的这个量有多大那它是有包含了现货交易所还有衍生品交易所那可见你可以观察我们当时在2017年牛市还有2021年牛市呢，这些币在交易所之间的转移是非常的频繁的那这其实就是散户投资人或者是小白投资人会有的投资表现我相信大家如果刚进币圈的话呢，也会把自己为数不多的比特币、以太坊或者是山寨币呢，在几间交易所里面疯狂的转来转去这其实是
市场很不成熟，市场的参与者很不成熟的表现哦。因为当你有一定的交易计划之后呢，其实你买入我相信你是会放一段时间的，而且呢，你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你的比特币去转移到其他的交易所，因为这样意义并不是很大哦。那再来就是我们当时呢，会有很多人或许在现货还有期货之间呢，的交易所来回的做转移哦。那这很有可能就是参与者他对自己的交易策略都还没有建构完善的这种现象。不过我们这轮牛市呢，我们在交易所之间的转移是非常不明显的那可见呢，这些市场参与者他们已经从原本的这种比较活跃比较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很有可能现在都已经变成了 holder， 他们都可以拿得比较久那如果你在做现货的话呢，他们也不会在交易所之间的胡乱的做转移因为这样这个动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那原本有做衍生品的呢，他们也在衍生品的交易所也有一笔资金他们不用胡乱的调用资金那我们在市场的参与者变成熟的情况下呢，要获利呢，其实就会稍微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市场慢慢成熟的过程呢，市场的参与者也在慢慢的变成熟那在前几轮牛市有活下来的人呢，其实在这轮牛市呢，那就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获利的参与者。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 ，Bitcoin Dominance 出现了很显著的回落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呢，损失了6个百分点的市值占比这其实并不算太小因为我们要知道比特币从60一直跌到40其实也就是20%而已那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就跌了6个百分点不过这6个百分点和往轮的牛市呢是并不一样的我们在过去呢，比特币它只要有市值被转移基本上都是转移比较平均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活什么概念？好比说我们前一阵子 Layer 1的概念呢，有很多市值都是被转移到上面去的。那以前它会比较均摊不过现在我们这轮牛市这些从比特币转移出去的市值，这些资金呢，都是转移到特定的几个币种上面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市值转移就是从比特币去转到瑞波币的市值占比像比特币转出的6个百分点的市值呢，瑞波币就占了其中的3个百分点我们这轮牛市的推动力呢，和往轮是截然不同的。山寨币它无法广泛的受惠于比特币的市值转移并不是每个山寨币它都可以分一杯羹的，只有极少数的山寨币呢会产生一定的涨幅那当然了，我认为瑞波币它可以表现得比较强劲跟它有机会通过 ETF 呢是完全脱离不了关系的。最后我们再来观察萨尔瓦多呢，他们在昨天就买了11颗的比特币，这样子的量对于国家来说或许不算多，但对于萨尔瓦多来说呢，其实已经不少了因为萨尔瓦多呢，过去它就是采取定投的策略当然其实在市场当中呢，最终我相信获利的只会有2种人他们都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而且都是可以一以贯之的人那萨尔瓦多就是属于和MicroStrategy 一样他们就是不断的定投，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不管遇到什么下跌他们都不卖他们肯定也都知道会有熊市，可是他们无论如何呢就是不卖，就是一直定投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市场当中呢，他可以判断波段的交易者你有机会在波段的操作当中呢你持有现货，你在牛市的底部买入，在顶部卖出，然后中间的一些波段操作，那这个获利呢其实也会非常可观像萨尔瓦多呢，昨天就买入了11颗比特币来作为战略储备像萨尔瓦多这种国家呢，是政治经济极度不稳定的国家，这种国家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是非常合适的。那萨尔瓦多呢，也很快就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过去呢已经把比特币作为法币他们现在再拿来作为储备资产呢，是完全无痛的。不过美国，我们可以完全反过来想如果我们美国要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的话呢，那么中间会有非常多的阻力因为美国和萨尔瓦多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萨尔瓦多是政治经济不稳定，而美国就是美元的发行国家，美元也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那美国呢是不会随随便便把他们最核心的利益给让出去的
如果说大家都开始储备比特币了，那储备美元的比例变少了，美国的利益呢，美国的地位啊，其实就会遭受动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光谱的两端啊，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啊，最近鲍威尔对于比特币的一番发言啊。不过呢，我相信在很多年以后啊，如果美国把美元和比特币做了非常多的挂钩，那么到时候啊，美元还有比特币比特币可以作为美元霸权的延伸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就非常有可能拿比特币来作为战略储备了。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 SEC 它又通过了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综合的 ETF， 这和以往的 ETF 都不一样以往的 ETF 呢，都是只有单纯储备比特币或单纯的储备以太坊那我们昨天通过的这档 ETF 呢，是同时储备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当然它们之间有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呢，是 ETF 发行商他们制定好的你可能会说，比特币和以太坊的 ETF 都已经有了，那这个 ETF 通过它的意义真大吗？我认为是不小的至少对于山寨币来说，绝对意义不小因为很多的山寨币呢，它是甚至连 ETF 的申请都没有的。那这些山寨币他们要来吸收传统金融的资金，要来吸收 ETF 发行商的资金，就只能通过这种一篮子的 ETF现在有一种 ETF 也有被提交申请就是一篮子的货币，里面或许有前10名市值的币种，然后都有一定的比重。那如果说这种 ETF 可以被上市通过的话呢，这些山寨币它也会来分配到 ETF 的资金。这些山寨币的市值就比较小那拉盘呢也会比较容易那很有可能呢又会在微微的改变我们目前资金流入的结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